张桌子，8个男人，一杯咖啡，一段废话。他们谈披头士，谈小费，谈流行文化，但没有人提到抢劫。这一切就像一场即将上演的谋杀，先从一支口红般的火柴点燃。导演昆汀不用大场面，不靠特效，却用对白、血腥、反转，把一场失败的犯罪拍成了传奇。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欢迎来到观影悟道。落水狗是一部讲述信任、背叛以及内鬼的男人戏。这里没有英雄，只有一群注定无法全身而退的陌生人。昆汀曾说，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推荐法国电影《Au revoir les enfants》时，有人误听成 Reservoir Dogs， 也有人说是他和朋友之间开玩笑的产物。他自己后来表示，这是个糟糕的谎言，我只是觉得听起来酷。故事开头从8个男人在餐厅闲聊开始，他们谈论着麦当娜的一首歌曲《宛如处女》，谈论内容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充满了昆汀式的低俗，大家自行脑补。这里提到了一个中文名陈查理 Charlie Chan， 是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笔下的华人探长。这个人物是20世纪美国社会对华人刻板印象的缩影，被翻拍成多部电影。用餐结束后，粉先生坚决拒绝给服务员小费，并且长篇大论讲述为什么不给小费是合理的。As far as I'm concerned, they're just doing their job. Hey, this girl was nice. She was okay. I mean, she wasn't anything special. What's special? Take you in the back and suck your dick? I'd go over 12% for that. Hey, look, I ordered coffee, right? Now, we've been here a long fucking time. She's only filled my cup 3 times. I mean, when I order coffee, I want it filled 6 times. 6 times? Well, what if she's too fucking busy? Words too fucking busy shouldn't be in a waitress's vocabulary. Excuse me, Mr. Pink, but the last fucking thing you need is another cup of coffee. Jesus Christ, I mean, these ladies aren't starving to death. They make minimum wage. And I used to work minimum wage, and when I did, I wasn't lucky enough to have a job that society deemed tip-worthy. You don't care they'd counting on your tips to live? You know what this is? It's the world's smallest violin playing just for the waitresses. 结果引起众人的强烈谴责，迫于无奈，只能不情愿地给了小费。这个段子其实是昆汀自己在音像店工作时的真实想法。一群穿黑西装、戴墨镜的男人，慢动作走出餐厅，像黑帮，像模特，不，他们是即将出世的狠人联盟。你还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每个人都拽得像自己是主角，一走一过，角色气场拉满，每一帧都在说：哥几个，今天要干票大的。这是一群刚刚被召集来抢劫的陌生人，为避免彼此身份暴露，他们被赋予代号：白先生、程先生、粉先生、金先生、贺先生、蓝先生，以及他们的老板老乔、小乔。镜头一转，人没死光，开局已经崩了。Give me in! She killed me, man! You fucking got that! Hey! Let's cancel that shit! Right now! 程先生腹部中枪，满身是血，在车上娇嗔着歇斯底里，甚至有点娘炮，已经完全没有出场时的黑帮气场。而白先生在车上一直耐心地安慰他，过程中他俩仿佛产生了父子情，感情明显升华，为后续结局埋下了伏笔。白先生拖着陈先生来到了他们的集合点，一间仓库，抢劫任务显然失败了。他们被警察包了饺子，但没人知道是怎么暴露的。计划天衣无缝，唯一的解释就是内部有人通风报信。接着粉先生登场，嘴里骂着街，说道：这他妈一定有人是卧底。他开始数人头，开始怀疑每一个人。他怀疑陈先生，怀疑乔老板，甚至连白先生都看不顺眼。屋子里火药味越来越重，一边是枪伤流血的程先生奄奄一息，一边是疯狗一样咆哮的粉先生，随时准备爆炸。白先生护着陈先生，怒吼回应：你觉得卧底会中弹吗？但粉先生不听，这一切都太完美了。随后粉先生把白先生叫到了隔壁房间，开始复盘抢劫细节，试着找出问题所在。这里导演昆汀给观众留了个彩蛋，背景处有3种不同颜色的桶，桶里液体的颜色正好是粉、白、橙3色。画面还被道具椅背隔开，
暗示着此时仓库中3个人物的阵营。粉先生在交谈中透露，钻石被他拿到并藏了起来，他建议白先生跟他一起去拿，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但白先生没答应，他不愿抛弃陈先生。这里昆汀在主线故事中用几个标题加闪回的方式逐个交代角色的背景，而不是线性的讲抢劫过程。白先生，老练的职业罪犯。白先生与老乔熟识，他展现出成熟、老派、有原则的职业犯罪风范。金先生，疯狂而危险。金先生当年替老乔顶了包，出狱后被老乔安排重返工作岗位。他说自己在狱中守口如瓶，老乔因此优待他，帮他找了份钱多事少的活。但金先生不甘寂寞，想干票大的，于是加入了这个临时的团队。程先生，警察卧底。这是篇幅最长最复杂的一段闪回，几乎是短篇级别，展示了程先生是如何接受卧底任务的。他在训练中学习即兴表演，包括厕所里的大麻故事，多层现实与幻想交错，塑造他心理压力的过程。他与上司的谈话表现出他对任务的动摇和心理挣扎。回到主线，粉先生因为白先生透露了自己的真名，又争吵了起来。白先生情绪激动，他非常同情陈先生，认为陈先生中枪是因为自己失误导致，非常自责。Fuck you and fuck Joe! I'm sure it was a very beautiful scene between you. Don't fucking patronize I have me! a question for you. Do they have a sheet on you where you're from? Yeah! Well, that's that then, man. I mean, Jesus Christ, I was worried about mugshot possibilities as it was. Now he knows A, your name, B, what you look like, C, where you're from, and D, what your specialty is. They're not gonna have to show him a hell of a lot of pictures for him to pick you out. I mean, that's it, right? You didn't tell him anything else that can narrow down the selection. If I have to tell you again to back off, me and you are gonna go round and round. We ain't taking him to a hospital. If we don't, he's gonna die. And I'm very sad about that, but some fellas are lucky and some ain't. What the fuck you touching me for, man? 两人最后直接掏枪对峙了起来。这时，镜头从两人缓缓拉出，金先生出现了。他戴着墨镜，摆着 pose， 悠闲地喝着饮料，看着他俩。他手里拿着的饮料正是导演昆汀的御用快餐品牌 Big Kahuna Burger， 该品牌出现在昆汀多部电影中。白先生看到金先生蛮不在乎的样子，更是火上浇油，两人又差点打了起来。金先生表示带来了惊喜，就在他车的后备箱。三人打开后备箱后笑了，原来金先生绑了一名小警察，这下找到了寻找内鬼的突破口。小乔驱车赶往仓库的过程中，昆汀又设置了彩蛋，一只橙色的气球随着小乔的车驶过飞了出来，暗示着陈是外来者。小警察被拖进仓库，一顿毒打后被绑在了椅子上。这里昆汀用了一首轻松诙谐的音乐来配暴力血腥的画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时候小乔赶到，了解情况后决定留下金先生看着程先生和小警察带着其他人一起去取钻石。金先生脱去外套，开始了他的表演。他先用胶带封住了小警察的嘴，打开收音机，播放了他最爱的 K 比利的70年代超级声。他从裤管抽出了一把刮胡刀，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优雅中带着变态，映射出金先生内心对警察的仇恨。在小警察的哀嚎中，金先生用刮胡刀割下了他的右耳，还当着小警察的面拿着耳朵戏谑起来。这还不够，金先生从外面车子的后备箱拿出一桶汽油，全部浇在了小警察的身上。虽然金先生跳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但是整个氛围是极其窒息的。小警察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就在金先生准备点燃汽油的关键时刻，陈先生突然开枪，把所有的子弹打在了金先生的身上。原来他就是那个内鬼，他是一名卧底警察。
在一段陈先生如何接下任务、打入黑帮内部、取得老乔信任的闪回画面之后，小乔、白先生和粉先生回来了。白先生径直走向了奄奄一息的陈先生，从这里再次可以看出他们的父子情深。而小乔在门口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金先生，满脸悲伤和诧异，掏出枪，毫不犹豫地崩了小警察。程先生开始编故事，想把内鬼的身份推给金先生，但他不知道的是，小乔和金先生的关系非比寻常。很明显，小乔认定程先生是卧底。这时，老狐狸老乔出现了，他直接说出是程先生出卖了他们，但白先生已经上听了，他不相信老乔的断言，试图为程先生辩解。三个人剑拔弩张，掏枪互指，这种场景也叫墨西哥对峙。三个或三个以上角色之间相互牵制的场面，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的电影中，通常表现为在场的人用枪指着彼此，只要其中一方扣动扳机，就会导致混战。墨西哥对峙的特点是各方势力均衡，处于微妙的平衡状态，任何一方开始反抗，都会导致其灭亡。这里很有趣，老乔和小乔是真爹亲儿，老白和阿成是干爹义子，形成了两个阵营。果不其然，最后的结果，所有对峙人都中了枪。随后，粉先生趁机拿走钻石跑路，老乔和小乔枪战后领了盒饭，老白呻吟着爬向了阿成，两人拥抱在了一起。陈先生在临死之前出于内疚，说出了那一句“我是警察”。白先生瞬间崩溃，心中五味杂陈，最终选择拿起了枪，顶着程先生的头。这时，警察冲了进来，让白先生放下枪，伴随着几声枪响，影片结束。这是昆汀·塔伦蒂诺的导演处女作。他在创作《落水狗》时，并没有任何电影拍摄经验，只是个在洛杉矶 Video Archives 录像带店上班的电影迷。他没有正式上过电影学院，但靠疯狂观影和写作，积累了大量影像语感和叙事技巧。他最初的梦想是拍一部剧本自己写的黑帮片，最早版本的剧本只有一部分，打算用$8000拍成黑白短片。在演员 Harvey Keitel 本片饰演白先生加盟后，全力帮忙联系制片公司，提升预算，从几千美元拉到$120万。这部电影乍看是一部黑帮片，但背后藏着不少人生哲学含义。信任是一把双刃剑，整部电影围绕一个内鬼展开。原本彼此不认识，用颜色代号代替姓名的劫匪们，在高度戒备和不信任中运行，但最终出卖他们的不是暴力，而是信任。白先生因为相信陈先生是真朋友，结果把命搭进去了。这是一个残酷的反讽，最大的伤害往往来自最信任的人。人的身份很多时候只是角色，演久了你就信了。程先生是卧底，原本为了任务假扮劫匪，但随着剧情推进，他不知不觉间真的融入了这个世界，甚至和白先生产生了真正的情谊。这让他在结局自首时内心痛苦万分。你是谁？你以为你知道，但你活成了别人要你活的样子。这让人反思现实中我们扮演的儿子、员工、老板、朋友，哪个才是真的我？暴力只能掩盖冲突，不能化解矛盾。影片充满血腥、冲突、枪战，但最终没有一个人靠暴力活下来。暴力在短期内是强权，但在长远中是自毁。结局处的墨西哥对峙是对暴力最冷酷的讽刺。种下什么因，必结什么果。抢劫计划因为小小的意外开始崩塌，整个事件像命运的多米诺，一块推一块，直到全员覆灭。包括大家原以为逃脱的粉先生，
我们可以在一段原片结尾处的背景音找到答案。命运不是天注定，是你一开始走错一步，后面就只能一路错下去。落水狗是一部关于身份错乱、信任崩塌和命运轮回的残酷寓言。它告诉我们，人性可以伪装，但代价终将来临。本期落水狗解说完毕，欢迎关注、评论、转发，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努力的动力。